我现在开放麦报名，直接是贾樟柯，我不写粽子了。我他说姐，你走了之后，这个节目就少了一颗星星。我觉得山西的颜色大家也都看得到，它就是黄土的颜色，它就是旧旧的颜色。女人就是她展现面子的部分，对，这是她的一种资源的象征。大家好，我是梁海源，欢迎来到我的个人视频播客《离场之后》当然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脱口秀和他淘汰的朋友们。然后这一期呢，我们也很开心请到了我们的脱口秀朋友粽子。大家好，我是粽子。今年是粽子第一次参加这个线上的节目感觉怎么样？因为我之前就是参加了一届的训练营，然后2届的编创营，其实陪跑了很多次今年上节目的时候，其实心情已经非常的平静了，对，很平静了。是那种爱上不上，然后节目组说求求你来上吧。对，叶老师当时，叶老师苦苦哀求你，苦苦哀求我。叶老师这2年好卑微啊。粽子回宫，就是经过前2年的失败之后，我好像有点害怕自己过于兴奋，因为我就很担心会不会在我马上上台的前1分钟，他们会跟我说，粽子你现在不能上了，你回家吧。就是节目要录制的前1周，我记得那一天我印象特别深，那天下午天气特别好，然后我就跟菜菜我们2个就在家里面挺开心的，我们就在商量，我们去逛街买哪套衣服上节目穿会比较好看。然后就在这个特别美好的下午，我收到了一个通知，说要让我去公司聊一下然后我就去聊了一下，就不用去买衣服了然后就省了一大笔钱，菜菜就自己去买衣服对，花了一大笔钱但其实现在想想就算我不上节目我跟菜菜也会拥有很多这样的下午。对啊，也会买很多漂亮的衣服，也可以过挺愉快的那种生活。那真正确定上的时候，你会有什么预期吗？心情是比较平静的，但是因为我这个人特别爱幻想，所以我也幻想过。我幻想的场景是这样的，就是我比到了半决赛，因为半决赛有一个传统，就是演员淘汰之后会放那个下场的那个歌，你知道吗？我特别羡慕这个，我特别想放一首歌，而且那个大屏上会写话，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你在一些场合下，你的离开好像不那么重要，但是在那个场合下，你的离开好像就变得美好，对，好像或者是有一些悲壮，那有一种很强烈的情绪在那里。对对对，就感觉这个事情谢幕了，然后你的谢幕也能被看到，那种感觉挺奇妙的。所以那段音乐，你比如说你想好是哪一段？我最近想放的是什么？虫儿飞。你为什么想要用这样的一首歌表达你的心情？这首歌是小时候我在学校里就是老师教我的，当时我记得我把这首歌交给了芳芳姐然后其实我唱歌很难听我唱歌然后芳芳姐唱的很好听，也没有唱的也不好听所以这首歌其实对于你来说，它背后有一个完全属于你的记忆当中的一个故事。对吧？而且我后面觉得这首歌就是它会让我想起姐姐，想起朋友，而且我觉得这个节目它很多时候也是在讲朋友的，是，所以我想放这首，就是好像画下了一个句号，但很多时候你做事情你离开好像没有人给你画这个句号，但那个时候节目组会为你准备这个句号，就那个过程你会有一种被重视被看到的感觉，挺特别的。可能是做编剧做多了，然后我会觉得说在某一个赛段，在半决赛之前的某一个赛段开始讲这个话题用来做开场，其实也挺好。就是我来参加比赛，然后我特别希望比到半决赛然后这样我就有一首歌，然后就开始讲这首歌的故事。这个挺好，之前没想过，对吧？对，因为今年我没做总编剧，但是可惜了，不然我是不会被淘汰。都怪你！我现在知道我淘汰怪谁了？怪梁海源因为你没有当总编剧。你怪我，你的意思就是怪何广智和程璐。太意思了。那你有没有想过你在那个大屏幕上会写一句什么样的话？就是你在半决赛被淘汰了。话我倒是没有想这个很清楚说要写什么，我可能会想写一个什么，就是两人是很厉害的脱口秀演员之类的。这句话感觉很适合写在墓志铭，就是墓碑上。去世之后，我就很希望墓碑上写这个
啊，粽子是很厉害的一个女人。如果是墓志铭的话，可以写，就是她现在真正拥有了一个有趣的礼物。哎，那我就写她的灵魂有香气，然后旁边放上香花。幻想我觉得有时候是能给人力量。对，我觉得这个人就需要有一些就是对美好的向往啊，就是这样才会有一个动力，就是你想要去实现它。今年参加节目啊，就走了2轮嘛，那你会把它定义为成功，还是达到预期，还是觉得说还有一点遗憾？你比如说你第1轮播出的时候，然后其实引起了还蛮大的反响。贾樟柯回复了你的，转发了你的段子，然后并且评价说粽子非常有才，有很多人特别羡慕，就是比如说高寒，高寒还好，他还蹭到，对，高寒还蹭到了，高寒把他给嘚瑟了。最羡慕的人，王继业，继业是最羡慕的，因为他说他甚至是平遥人，是不是？对，他是平遥人，然后有得到这样一个认可，你心情怎么样？我当天晚上没睡着觉，得到这个认可，我是非常开心的，因为我感觉这应该是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非常开心的事情，就是你的故事，就大家愿意去读懂它，是。然后，而且我看到很多写的非常非常好的 report，还有给我的私信，他们真的写的非常非常好。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个 report， 他提到了一个他的姐姐，然后他的这个姐姐叫芙蓉。然后我也很喜欢这个名字，他就讲他跟他姐姐的一些故事，还有一个那个女生提到了一个姐姐的故事，我觉得也很动人，就是她说她去剪头发，她就误闯进了一个歌舞厅，然后那些姐姐就问她，就都涌上来，就是问她说，哎，小妹妹你想剪什么头发呀？然后那些姐姐就帮她剪了一个那个刘海，帮她剪了一个头发，然后就搂着她，然后给她那个打扮，她写得很好。然后我觉得这些都是我觉得非常非常感动的点。除了看这些 report， 你的心情是什么样？我的心情还很复杂，一方面是就是你的好像在创作上，然后你被大家看到了，因为我也做了5年多了嘛，前面也经历了很多的失败，然后好像突然就被大家看到，被大家认可，很开心。然后还有一些很复杂的情绪是来自于就是很多人说这个故事给他们的冲击后劲很大，其实给我自己也是这样。其实这个段子讲得很克制，因为它是在脱口秀的舞台上讲，但是其实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我是没有办法在这个艺术形式里面全部呈现出来的。对，因为你要加入笑点，你要加入一些更简单的东西。你能讲出来的，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故事。所以我也看到了，会有很多人说希望贾樟柯把这个拍成电影，然后这样就是它就会变得非常全面。也挺多人跟我说，就是希望能看到这样的电影或者这样的小说、长篇什么的这种。但我觉得这个的实现，可能还太遥远。我觉得这也是可能就是脱口秀能承载更多表达的地方。播出之后的反馈是跟你预期的一样，还是说其实有超出你的预期？完全超出，对我来说是完全超出。因为我记得很早，就我刚写出这篇内容的时候，其实我当时去读稿，大家就是都挺喜欢这篇稿子的。然后当时孙书恒也给了我挺多的鼓励的。他怎么鼓励？因为我记得我当时孙书恒鼓励人的样子。我以前没有想到会得到孙书恒比较高的评价，然后我问他说，就是脱口秀这个舞台真的可以承载这样的故事吗？对他这么说，他说可以，因为那句话是孙书恒说的，所以我当时就是也开始相信这件事情。以前我就是会觉得可能这样的故事，我这样的故事不适合这样的舞台。有了要写这篇稿子的想法的时候，我就很坚定，我就觉得这个就是我想要讲述的故事。其实刚刚你问我说我这个是不是超出我预期，确实，因为一开始我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故事得到了就是我们行业内的那个认可，但是我觉得它对这个舞台来说其实是一个可能之前没有人聊过这个题材，我不知道观众的接受程度是怎么样的。我其实是觉得这个从比赛来讲是很冒险的，所以我其实当时有想过我要不要第一篇稿子讲一个效果上保险一点的内容，但后面我就觉得我第一篇就是要讲这个，因为我可能只有这一次机会。在开放麦的时候效果怎么样？
其实第一次我去上开放班的时候效果挺好的，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越讲越不一样，就我经常有这个问题。那会让你动摇吗？非常会，但是我的动摇是来自于怀疑自己的技巧，但是我没有动摇过我要讲这篇。其实刚才我们已经聊到贾樟柯了，然后他在给你回复之后，包括播出的时候弹幕也会有说这不就脱口秀的贾樟柯吗？你自己会有这么觉得吗？我其实没有刻意的往那个方向写，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跟贾樟柯的电影很像？我觉得这本质上可能是因为我跟贾樟柯使用的是同一种语言，这个语言就是山西的语言，有那种时代感。就比如说山西的煤矿，山西的歌舞厅，山西那些想要走出去的人，想要去南方的人，想要离开的人，这个可能是山西的语言，是那个黄土的语言。对，就是在一个时代里面的某一个个体，然后他的命运是什么样子的。对，然后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歌舞厅。大家觉得相似的地方，其实就是我们在运用了同一种语言，而且我觉得语言它就代表着那个地方的文化嘛。山西的这个语言，它是需要被人讲述下去的。山西或者是你的故乡，你应该是山西的近程度，在你想象中这个家乡是什么样的颜色？我觉得山西的颜色大家也都看得到，它就是黄土的颜色，它就是旧旧的颜色。我小时候喜欢穿白色的鞋子，后面我妈妈就不让我穿白色的鞋子了，因为白色的鞋子在我们那个街道上走一圈，晚上回家那个鞋子就是灰蒙蒙的。我觉得那个当时不好擦的灰可能就是山西也是一个我对老家的印象。我在老家我就会很喜欢穿拖鞋。我觉得拖鞋就对方便，脏了就冲一下就拉倒。山西其实就它的古建筑什么，它的文化都是被保存的非常好的，它古建筑应该是全国最多保存的最多最完好的一个地方，就是它的文化是非常深厚的，但是因为在转型的那个年代，它转型转得特别快，然后其实大家的那个个人还没来得及，没有做好准备。对，还没有做好准备，就是它的割裂感就在于这个城市的文化的厚重跟个人的文化又产生了一个割裂感，一个对比。可能是我爸爸他带给我的这种感受，就是因为他真的非常非常要面子，就是在那个年代他就是会把这个比如说车啊房啊女人，尤其是女人就是他展现面子的部分，对，这是他的一种资源的象征女人不是一个她不是一个具体的人。我们那边它发展的速度越来越缓慢，我是如何发现的呢？就是我上次回家发现我的侄子还在非主流就可能现在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人在非主流了但是山西一个小城市的年轻的非常年轻的一代终于赶上了非主流还在非主流，对我的小侄子还在发一些非主流的语录，那个是我上初中的时候会发的东西这是传承。山西对于你来说，你如果用一个画面来去描述它大概会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我们山西进城就是因为以前特别穷的时候大家早上吃的也都没有什么营养，就是吃方便面，然后那方便面非常便宜。我记得很早的时候我妈说那个方便面好像是2毛钱一袋，后面它好像涨价涨到6毛钱一袋，它现在是8毛钱一袋，就现在这个物价它还是8毛钱，就是真的蛮便宜的。当时就是很流行说进城人亲身吃饭，肉丸方便面荷包蛋，这个很出圈我一直都觉得那个方便面是特别好吃的方便面。我觉得美食就是一个驯化的过程，就是你被方便面驯化了，然后可能被折耳根驯化了然后被臭豆腐驯化了，就是你会觉得对被螺蛳粉驯化了，然后你开始说服自己说真的很好那你这一段播出之后因为你没有告诉他们说你今年要上节目嘛，是播出之后他们自己刷到，还是你会告诉他们说今年真的上节目了？当然不会让他们主动看一下，但是他们有刷到。然后我妈那天特别好笑，她说来，我现在来给你评价一下你这篇稿子。她说你这里的是想表达什么什么什么意思你这个句话是想表达什么意思你这里说你爸以前是煤老板，现在是个山西人，你就想表达那个时候的煤老板留不住他们所争取的这个财富或这些财富都流失了所以他现在是个普通人是吧他开始给我那个讲解就挺好笑的你以前会跟他聊脱口秀的东西吗？
少。我爸现在都认为我做的是相声。你在里面说了一句大家印象特别深刻的话，就是想要去南方，然后没有人认识的地方就是南方。在我段子里面，这个南方它其实不是一个具象的地方，对挺多人来说，没人认识的地方就是南方，这句话也是成立的。当我们在那个小城市的时候，我们是会面对很多非常复杂的人际关系的，非常就不管你做了什么事情，好像很快这个那个邻居啊，就所有人都知道，就大家就都知道了，对，然后大家就都会来问你，或者你结没结婚啊，这些事情在小城里都非常的重要，但是当你到了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地方，这些事情好像它就是都变小了，就是你跳脱不了的那种生活方式。对对对，我觉得其实这就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我觉得你在微笑里面说了一句还就是挺有道理的话，当你开始仔细的去看一个地方，或者是去看一个人的时候，你可能就是要到离开的时候。就是那次回去拍那个短片的时候，因为我以前没有以这样的身份回去过我的家乡，就是我上次回去是以一个故事讲述者的身份回到了我的家乡，然后我就发现我从来没有那么仔细的看过那些街道。我以前回去好像就是我现在是回家了，我接下来要去饭店吃饭了，我知道我具体的要去哪里。是。但那几天在拍短片的时候，我其实没有一个特别具体要去的地方，然后我就开始仔细看这些街道，我就发现原来我已经很久没有这么仔细的看过这个地方了。然后我就非常仔细的看那个城市。对，而且那一次我以一个不同的身份回去，就是因为我是讲述了一个故事讲述者身份回去，我就发现这个地方对我来说意义也不太一样了。我就是那个瞬间，我突然意识到我长大了，我的身份在变化，然后我的视角也在变化，这就代表我离开这儿已经很久了。我也是看那个片子的时候，因为其实在这样的场景里面，我觉得好像更加深刻的理解了贾樟柯拍那些家乡的东西和他说的那句话，当你离开故乡的时候，你真正的拥有了故乡。我觉得我们很难真正拥有故乡，有时候故乡好像就是一个回不去的地方。就比如说我现在回到我的老家，回到家乡，我都不觉得我是真的回到那儿了，我更像是那儿的一个过客。其实每个人长大之后都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故乡的关于你自己小时候的那种记忆，我觉得能把这个东西讲出来是一个，不管是用电影还是用脱口秀，或者是写一个小说或者怎么样，就是写出来其实都挺难。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就是说为什么我这个段子可以打动到别人，他说是因为这个段子其实他讲了一个身不由己的故事。其实我们很多人都遇到过这种情况，都有过这个时刻，然后我们也都有过陷在淤泥里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出淤泥而不染这句话就也是会被大家看到。我觉得大部分我们都是这样的时刻，因为我们都卷在这个时代的浪潮里，对，我们都只是一片树叶。刚才说大家说被评价为贾樟柯都很高兴，那你有没有觉得这意味着是一种高级？其实我有点不太知道怎么定义这个高级，因为我觉得我有时候觉得自己挺土的我觉得我们好像只是表达了一些自己想说的话而已但当然就是被贾樟柯转发这件事当然是够我吹很长很长时间的牛了我现在开放麦报名直接是贾樟柯我不写粽子了我那我觉得其实你写段子风格还挺多样对因为我知道你有一个叫地狱双拼秀就跟这个完全不一样，所以你怎么看待就是你自己掌控了这么多风格，以后哪一个才是就是你想让大家看到的你，或者是你认为自己的你是什么样子？我感觉这就是我的不同面，每一个人都是很丰富很复杂立体的我就创作出来了一些完全不同的东西是就比如说芳芳姐这一篇它其实是一篇很温柔的稿子但是我之前最早在地狱笑话秀上是攻击性很强的对是比较犀利的那个地狱笑话秀对我的影响也非常大我后面跟甜甜一起开了那个地狱双拼嘛就是有一些看过我线下的观众他说曾经在线下见过粽子一次穿着暗黑色的 T 恤言语间有剑光闪过我很喜欢他这个评价他就说
感觉那个时候的我是很锋利的，但是这次在线上的我是一个比较温柔的我，但我觉得这其实都是我想要讲述的东西，也都是我性格里面不一样的两种那个状态吧。我也非常喜欢有攻击性的那个版本的那个你。其实脱口秀演员，我觉得大部分都会有一些攻击性。是的。我喜欢喜剧里攻击的部分，我觉得这个是喜剧很有魅力的一个地方。大家都很坚硬，我们就是碰撞那种感觉，就是那种刀光剑影，所以为什么会有剑光闪过那种感觉？对，我喜欢这个。在线上，你第一次亮相，给大家是这样的一个形象，就是你是一个对吧？讲述故事的，讲的很好的一个人。然后你会不会担心大家到线下粽子，我要来看粽子，然后结果来看粽子的时候，突然间发现粽子是那个拿着剑的那样的一个人？我其实会担心，我担心就是大家喜欢的是那样的我，是那个我。对。然后这个我跟那个我差别实在太大了，我怕大家接受不了。但我昨天去上了一次开放麦，然后我就感觉安全了一些，因为我在开放麦上感觉大家是可以接受那样的我的，而且很多人会觉得那样的我跟线上的我是有一个反差，他们没有想到会看到这样的我。就是那这种反差有可能有时候是大家会觉得惊喜，然后但是有的人有时候就是他会觉得接受不了，就很像人格分裂。我觉得你可以比如说你自己的演出，你就可以直接叫粽子双拼秀，粽子三拼秀吧。对，三拼秀也可以，其实都是你。在脱口秀这件事情上，你觉得你是一个有天赋的人？我觉得能坚持做这件事情超过3年以上的人，应该都是有天赋的。天赋值1到10分的话，你觉得你自己大概有几分？我非常不会给自己评分，你给我评分吧。这是一个自我评价，我觉得别人那你给自己打多少分？如果1到10分的话，我可能打个8分吧。这么高啊？你看，明显这个每个人的评价是不一样，所以这是我为什么不评价你？因为我会以为你不是那么的相信自己。因为我觉得8分已经很普通了。真的吗？但是满分10分吧。因为有很多人他就9分10分了。我给自己打6分吧。打6分啊？所谓的及格的一个分数。算了，我给自己打3分吧。这么低，怎么越说越谦虚了？你这因为3分天注定，7分靠打拼。原来是这样。脱口秀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我觉得它改变了我一部分的人格。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啊？我有。因为好像我发现我发展出来了一个喜剧人格。我发生一些不太好的事儿的时候，我好像比较容易陷进去。对。但这个现在发生一些不太好的事儿，你第一反应是我要怎么把它写出来？对。然后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会让我变得更坚强一些。那些不快乐的事，就是写成段子之后被人看见之后，其实你好像就好，对，就治愈。我觉得这个舞台很重要，这好像是目前我觉得应该是唯一一个真正的普通人能站上去的舞台。是，而且甚至你看很多我们的演员，大家其实都有点边缘人，而且或者说我们社会化的程度没有那么高，可能你在社会上生存没有那么容易，你不那么会做一个大人，但是你在这个舞台，这个舞台可以让你做小孩儿，你可以拥抱自己内心的小孩，你也可以让观众拥抱他们内心的小孩。还有一个对我特别大的影响，就是我真的在这儿遇到了，我觉得对我改变对我影响非常大的朋友们。我觉得喜剧伙伴好像跟我之前的朋友还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因为你会发现你的喜剧伙伴这群人他好像没有那么成熟。我觉得这就是脱口秀演员做喜剧的人当中互相能连接的部分。因为我觉得在我们的对话当中，我也是有安全感。大家知道那个相互冒犯的那个程度，就那相互冒犯程度，其实我觉得远比就是观众看到的要更冒犯。但是我们之间这样的冒犯，好像大家就都 OK。对，其实大家根本不知道我们演员在私下互相之间骂的有多难听，说话有多难听。对，节目比到第2轮就没有再往下走，你会觉得难过吗？就是在被淘汰的那个时候的心情。那个时候是难过的，但是
在比赛的那个场域里，那个难过很容易被打断，因为你会看到，就比如说当时我的队友都比得很好嘛，是，我就一会儿难过，一会儿开心，一会儿悲伤自己的淘汰，一会儿又在为大家的胜利喝彩，就是你会不断的被拉扯。今年在节目里最好的朋友是谁？就是但是菜菜第一轮就没有再往下走了，那第二轮你的新朋友是谁？第二轮是跟我组队的赵月跟林琛我们关系也很好你们第二轮已经住进大王洞了，对不对？对。怎么样在那里？其实我实际上在大王洞只住过1个晚上。你是被淘汰的那天晚上你过去住了1个晚上？其实我那天晚上挺难过的，因为我有点后悔没有早点去。那天晚上我记得我跟挺多人聊天了，是，大王洞有个天台，我在天台上跟赵月、林琛，聊了挺久的。当时就看着那个天上的星星，因为大王洞那个地方能看到很多很亮的星星。对，因为在一个非常远的郊区。我们在后采的时候，赵月说了一句话，他说：“姐，你走了之后，这个节目就少了一颗星星。”然后那天晚上我们就在那个天台那儿坐着嘛，然后我抬头就发现天上有很多很多颗星星然后那个瞬间就觉得我不是一颗重要的星星。其实你蛮悲观的。不是悲观，我这是忧伤，我是一个忧伤的小说家。我另一方面又觉得我是好朋友的星星，那就可以了，那就够了。然后那天晚上我在天台跟他们两个聊天，聊得很开心。后面我就回到那个房间，然后我就看到小静给我发条微信，她说：“咱们可不可以早一点起来？我想跟你晒着太阳聊天。”哇！这个瞬间我特别开心。是不是觉得跟朋友在一起特别好？特别好，因为我也很喜欢小静。然后我们就聊了很多很多，然后那个瞬间我也觉得很幸福。然后我们还聊了块哥，因为块哥当时就也被淘汰了嘛。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喜欢和依赖块哥？我觉得是因为块哥他身上既有老年人的包容，同时又有少年人的天真，然后以及他具备中年人的忧郁，同时他性缩力拉满，就是让人可以毫无压力的喜欢他。我们这一期别的都不播了，就反复的播你这一段就可以了。反复播块哥性缩力拉满。真的很奇妙，你这个形容太奇妙了。就是我发现你评价其他人特别有意思，所以我特别想听你评价一下高寒。高寒他其实是一个总是嚷嚷着要做坏人的人就他总认为自己，他总是要跟别人说自己是一个坏人。其实有很多作家是这样，因为他可能会更了解自己内心的那种复杂的东西然后当他了解这些东西之后，他好像有点不屑于把这些东西全部展示给人看所以他就想要把一些更浅的东西直接的展示给大家，就是所谓的坏对。你把作家跟高寒联系在一起，你觉得他像作家吗？我觉得他有这个特质，我觉得他是一个骄傲的人。贾樟柯那个微博里面也有说到脱口秀贾樟柯，他还非常臭美的臭不要脸的说了贾樟柯是电影界高寒。对，我现在封你为电影界高寒。对，我觉得这个就是高寒会说的话，好像也是只有高寒能说的话。你看，就如果说我当时转发说这个，大家会觉得我疯了，对，大家会觉得我疯了。但是高寒这么做，大家就会觉得他一直都这么疯。对，他就是会做一些就是跳出你常规的预期或者是礼貌的那个范围。就高寒这个人，他不会被礼貌所框住，你知道，这也是他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我有时候觉得，一个心里足够单纯善良的人，才敢把我很邪恶这句话挂在嘴边。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就是我觉得高寒挺酷的。你觉得他忧伤吗？忧伤，我觉得挺多喜剧演员都有忧伤的气质的。有一本书就叫《忧伤的喜剧》我知道这本书，我知道这本书。你对张俊呢？我只是从表面看，我觉得他的性格特色非常明显。就他这一季也讲了自己很装的一些事情嘛。其实我感觉就是通过跟他的接触，我觉得那不是装，我觉得他是真的是一个非常绅士的人。我记得有一次从那个效果公司出来去开放麦嘛，然后我们打车，当时外面下了一点雨，我跟高寒跟张俊一起打的车，高寒直接冲进了雨里，但是这个时候张俊打开了一把伞给我遮上了。他是看高寒走了才
都没有想过给高寒打伞。对呀、高寒像一个傻子一样，一头扎进了雨里。高寒上车之后，身上还在滴水。对呀、是吧？直接就挂了。然后高寒那时候心想，肯定觉得自己很帅，然后对，高寒是那种，反正我自己淋雨了，我也没有伞给你打伞。张俊是我有伞，然后也会给你撑一下的那种。对，我甚至觉得，我觉得他会把伞给了别人，所以他是一个特别绅士风度。对，很古典。哎，古典这个词很准，是，但我们都是现代人，对对。然后所以就显得张俊有点格格不入。但其实他的那个古典是挺浪漫的一件事情，没有晋级。如果非要找一个原因的话，不能找自己的原因。然后你觉得会是怪谁？怪你没有来当总编剧。那除了我呢？首先你怪块哥吧。怪快哥。因为快哥第2轮帮我看了稿子，我第2轮就被淘汰了。你被喜剧之神、脱口秀之神眷顾了一下之后被淘汰。就是你们真的很认真的在讨论第2轮的稿。对，快哥真的人很好。当时我好像只是问了他一个问题，想让他帮我看那个小的问题，然后快哥很热情，他帮我把稿子从头到尾捋了一遍，捋完之后我就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没有好起来过。那怪节目组吗？你没跟陈友静讨论吗？因为我是全场倒数第一。后面我记得我走到那个待定席的时候，我就看到小金的眼睛红了，小金就抱着我，然后我就哭了，因为小金可能就是他不想让摄像机拍到我哭，因为我不想让摄像机看到我哭嘛，他就把我抱在怀里，然后小金就后面也哭了。我觉得这个没法怪别人，因为第2轮准备的时间非常短暂，是，然后也怪我自己，因为我没有想到我第1轮能晋级。那如果有一个机会回到当时在准备这个比赛的时候，有一些可以改变的地方，你希望改变的是把稿子藏起来，不让小块看。你觉得失败会在某一方面也会给你带来积极或者快乐的东西？哎，我觉得失败的快乐可能是意识到自己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就比如说我今年第2轮就被淘汰了，那我肯定比那个何广智的压力要小啊。何广智还要怎么进步呢？他已经很难拿到第2个大王。我觉得又或者是另外一种，就是你可能之前一直担心说我会不会成功还是会失败怎么样，但是好像这个结果已经确定了，摆在你面前就是终于送了一口气，行吧。哎，是这样的，因为如果你成功的话，代表后续还有非常多的可能性，你要不断的去判断选择哪个。但是当你失败的时候，可能一切在此刻起码画上了一个句号，你可以短暂的休息一段时间，你不需要再去思考那些东西。你看，如果老是要在比赛的话，根本没有空。对啊。对。贾浩你看天天忙了要死，都没有办法来录我们这个失败学。对啊，像那些总是成功的人是很难体验失败的快乐。对。有说淘汰感言吗？我觉得这个节目对我来说让我觉得最珍贵的地方其实就是朋友们。这个节目对我来说可能不是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是他的朋友们和脱口秀我有一种感觉，就是可能我们平常会互相会见很多面，然后会一起做很多演出，但是这些所有的互相的了解都远不及一起录制节目时候那个情感浓度高，对，是吧？录节目和住在一起，去讨论、去生活、去做饭、去交流的那种感觉，就是那种交流的浓度高。因为我跟小静之前我们2个是不熟的。对呀。但是我觉得这个节目的情感浓度太高了，它可以让你就虽然我们是竞争对手，但我觉得更多的时候大家真是彼此托举的关系。我觉得就包括我这2篇稿子，就是我觉得背后是有非常多的编剧朋友都是非常愿意托举起一个作品的。因为小静在生活中也是一个非常让人喜欢的，感觉她会很聪明，但是又很傻。会做很多傻事，然后又很真实。陈小静也有一套她自己的语言体系，然后那个语言体系也是很可爱的，她有很多很可爱的语言。这里就有一种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的那种感觉，大家通过脱口秀其实在交朋友。对，就是我现在觉得把朋友放在这个节目里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对，而且今年那个主题曲非常好听我也很喜欢。对吧？是不是？对，很好听。朋友，什么话的好难听啊！我那个专场，然后做了一个周边，就是上面的这个，它是4把剑，然后它有4个年份
一个是0年灰色那个0年，然后粉红色那个3年，然后黑色那个5年，紫色那个是11年。11年，对，11年，10年磨一剑已经不够了。就是就得比别人多磨一点时间。抽盲盒的话，你自己希望抽到哪一个？其实我一开始是很想抽到那个0年磨一剑，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最爽的状态，好像不需要付出那么多的努力就可以获得这个东西。你刚说完之后，我突然很想抽到那个11年磨一剑。为什么？因为我感觉如果一个人可以做到11年磨一剑，那他在这11年的过程中，就肯定会有一些怀疑自己的时刻，就让他坚持下来的那个东西一定非常强大。然后11年在盲盒里面是隐藏过所以它概率会低一点。我们抽一个，来抽一个看看你会抽到哪一个？那我就抽这个，你选一个。但我不管抽到哪个，我都会很喜欢的。它都有一个故事，我觉得都是我们人生的某一种状态。里面有一个卡片，你可以看。我是3年剑哇，这个上面写的话很可爱。我从小就想有一把漂亮的剑，也不知道能不能磨出来。这也很像我现在的状态，因为我觉得我有很多故事，我不知道能不能磨出来。对啊，太好了。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好，很开心，粽子谢谢你来，也很开心你用了这把3年剑。好，希望能磨出一把漂亮的剑。肯定会有。好。